红米手表3已经出来很久了，当时也是冲了首发，去年年底发布的3，前段时间又出来了青春版，把一些功能去掉，然后价格相比3的话会便宜100块。我一开始是没有想测的，毕竟就是个青春版嘛，但是问的观众有那么一点点多，所以我整了2个，一个给大家做福利抽了，随机的3连。来和手表3对比一下，看看这100块钱要不要省，顺带也给大家抽个奖。看完记得去动态抽一下奖，说不定它就是你的了。那么点赞关注，我们开始。首先在外观上，不点亮屏幕的话，和红米手表3看起来在视觉上是差不多的，但实际上青春版会比3大那么一小圈，就像稍微长大了那么一丢丢。背部的传感器也变了，腕带的快拆也发生了变化。好，大家看，这个是红米手表3的。然后它的这个快拆是这种卡扣式，非常方便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青春版的。青春版的是它这种是卡针式，你取下来是这样取下来，取下来还可以，但是装上去就不是那么方便了。好，现在我装了很多次，我是现在习惯了。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，表冠的按键旁边是麦克风，左侧是比3还更大的一个扬声器的开孔。我个人认为青春版最大的卖点就是手表上的蓝牙通话，这是它做的我觉得还可以的功能。点亮屏幕，乍一看上去好像还行，但实际上你近一点，或者说你使用过其他的手表，你就会发现青春版的这个锯齿感会比较的明显。那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主要是屏幕的分辨率，红米3的分辨率是390×450，而青春版的是240×280，屏幕的 PPI 也从314降到了202，可以说是腰斩。屏幕类型也从红米手表上的 AMOLED 降到了 TFT。这个不是说对实际的使用不造成明显的影响，而是在你使用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不适。如果你看到这里已经接受不了了，那么这个视频就不用看了，因为你接受不了这个屏幕的话，那基本上也是和它无缘的。你应该要再加一点钱上红米3。如果你可以接受，你也不会经常看表盘什么的，就是作为一个看时间、检测运动数据、检测睡眠数据的手表，那么你可以继续往下看，至少它在我说的这几个领域是没有啥太明显的影响。表盘方面，小米的表盘是不会让你失望的，丰富多彩，肯定可以在里面选择到你喜欢到的那一款。但遗憾的是，青春版它不支持息屏显示。在了解它可以干啥之前，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它不可以干啥。最感知明显的就是不支持小爱，不支持 NFC， 其他的感知不是那么明显。还有一个没有 GPS。我到手这几天就一直在使用，感觉它在数据上和红米手表3的区别是不大的，也就是差不多的水准。中午睡个午觉也是可以被检测到。运动检测要调用手机的 GPS， 动画只有30帧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实际的表现。好，我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它主页的一个切换，它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。然后它这边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可以改布局，比如说它改成这样，然后这里可以自定义，这个是我觉得挺方便的一个点。组件是和红米3一样，可以自己再进行编辑的，这点还是不错的。应用方面，我来给大家看看它有哪些功能。我们现在开始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主要功能。我现在是把它调成了这个列表模式，它是可以在设置里面调成网格显示，就是这样子。它所有的功能就是这些。好，我为了这个大家能看得清楚一点，所以我还是把它给弄成这个列表。然后这些功能大家应该一目了然，这个是勿扰，这个是静音，这是台湾亮屏、手电筒，这个是找手机，设置这个影院模式、排水，然后这个是持续产量。第一个运动模式其实和这个是一样的，但是它会比红米手表3它会少一些，它只有100多种，红米手表3好像是200多种。然后这个是运动记录，它会显示这些数据，这是一个徒步，然后户外跑步，活力指标，心率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。这个是可以全天心率检测，血氧饱和度，它也可以全天睡眠。
睡眠高精度、睡眠质量、压力、女性健康、天气、日程、通话记录、音乐控制、闹钟、秒表、倒计时、找手机，然后支付宝、微信设置，这就是它的所有功能了。然后在设置里面，它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表盘更换，就是也是挺方便的吧，就是设置里面的一些功能。然后声音和震动，它可以静音模式，然后闹钟音量、铃声音量，然后增强标准。显示和亮度，屏幕亮度它是自动的吗？它好像也不是自动的吧。熄屏时间、台湾亮屏、持续亮屏、双击亮屏，这些都是基础的。勿扰模式，勿扰模式它可以同步手机、设备密码、系统操作、重启关机、连接新手机。就是这些功能。然后我现在来和这个红米手表3放在一起对比一下，我看看你们能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不一样。可以看到它们的这个 UI 其实稍有不同啊，但基本上大体的功能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从肉眼看，我是能明显的看出来红米手表3它的这个是鲜艳很多的，然后这边它的这个颜色，它这块屏幕的颜色就不是很好，然后显示的这个效果也不是很好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？再近一点，在拍摄里面可能不是那么明显，但是实际你看起来真的是很明显。然后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卖点，手表通话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它这个通话的感觉啊。你看，在通话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这些东西。同样的，你在接听的时候，你也可以选择这些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就选择用它进行通话。好。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。好的。它通话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，这就是我认为它最大的卖点之一。好，拜拜。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。好的，它通话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，这就是我认为它最大的卖点之一。通话记录这也可以直接拨打。整体看下来，你应该了解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如果你想要在我的这两个里面选择一个，那么肯定是选择红米3，因为青春版确实挺青春的，卡的功能说实话还挺重要的。但是如果你恰好只想要一个可以蓝牙通话的小手表，那么青春版确实是足以胜任。它的电池和3是一样大的，系统体验也差不多，但是你要接受的就是这个刷新率和屏幕的分辨率。讲真，不推荐入它，3是更好的选择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很香的价格，就当我没说，在价格面前，一切缺憾都是可以原谅的。这就是我对于它的评价。我是云飞，铁粉记得去动态抽个奖，我会一直更新这个系列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关注或者直接订阅这个系列，我会产出更多有趣的视频。要知道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么下期视频再见。